童话里的灰姑娘幸福美满，现实中的灰姑娘满手血腥。她等不到王子送来的玻璃鞋，却是拿了刀杀害未来的公公。来看这起灰姑娘杀人案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纪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悲伤的案子。在2015年的6月3号，这一天是星期三，是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连农民历上面都写着是个适合嫁娶的吉日。而在新竹县新埔镇一处村庄，这里有一户蔡姓人家，正开心的要带着儿子跟交往4年的新女友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。大喜之日，全家人都很开心，正准备要出发的时候，家里有一扇门被悄悄的锁上，原本的主婚人被发现惨死在自己的卧房内。他们都在一起客厅嘛，这边有说有笑啊，闲话家常，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但是突然死者就说头晕嘛，原本就是大家一票人就准备说准备要出门了，那就是蔡先生刚好身体不舒服。正当蔡家大儿子觉得怎么还没出发，要去敲门的时候，发现卧房有大量的鲜血从门缝下面流出来，他直觉不对劲，又打不开门，只好赶紧冲出去找亲戚求救。就是可能每年对血崩来的，加心跳，地不错，又昏倒，是。死者的儿子口述了哈，他是说看到有血渗出来，发觉有点不对劲，而且他也听到一声啊。而警方获报赶到现场，发现这血量，惊觉直接是出人命了，赶紧破窗而入。没想到打开门的这一幕，让所有在场人都惊呆了。心脏这个部位很明显的一个刀伤，整个都裂开来，这样子。上期都看得到，直接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媳妇杀公公。原本要出嫁的媳妇瑟缩在角落，而她的未来公公躺在床上，心口这边被开了一个大洞，旁边还有一把水果刀，很显然凶手就是他。地上都是一些血迹啊，靠近门的那里都是血迹。远警到房间查看之后，看到凶嫌就是那个就已经在一个角落那边跪缩在那边，两眼呆滞，很平稳，也没有说很激动这样子，就是很平稳，好像卸下了一个很大的担子一样。就是很单纯、很清纯这样子啦，就是一个邻家女孩这样子。她人长得蛮清秀的，身材算蛮高挑的，可以说是应该是正值青春年华时期。24岁的年轻媳妇，原本该期待她孝顺服侍这52岁的未来公公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冰冷遗体，而下手之重，连肋骨都斩断了。显然，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寻常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必须用这么极端而且非法的方式来斩断。没有，感情都很好了。奇怪，也都没有发生过争执。没有，早上也没有。通通很高兴的。除了痛恨之外，不会下这么重的。蔡姓公公送医急救不治，而警方当然就将这媳妇以及她的未婚夫带到派出所来问话。但警方一问就发现，这2个人根本就不像论结婚嫁的情侣，看起来就不大像夫妻。来我们派出所的时候就很平常，话也不多啊。只是话问到一半，这媳妇突然表情痛苦，倒在地上。警方赶紧将她送医，这才发现，原来她想终结的不止一个人的生命。然后后来她还说身体不适的时候，我们又把她送医院。他的家人是跟我们讲说，他有喝那个保温瓶的，那个叫做一个农药，叫做万灵粉。原来年轻媳妇早就喝下这灰色保温瓶内早就装置好的农药，打算同归于尽。但这个举动显然不正常，因为他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，怎么会舍得离他而去？但他清醒后卸下心防，向警方透露的真相，竟然是一桩残忍鬼妇的悲惨故事。我们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杀你公公？”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：“他跟我讲说，那个不是他公公，然后那是他的枕边人。”
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凶嫌媳妇的背景。她妈妈是做证券的，还有2个哥哥。因为父母亲离异，所以她跟着妈妈这一边。而这名蔡姓死者就是妈妈的股票客户。以母女俩的经济状况，他们实在需要一个支柱来依靠。凶嫌的妈妈跟这个死者是在一起，但是也没有办理登记，也没有结婚。就这样，在她15岁就读国2的这一年，原本是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，跟着妈妈来到新竹这处淳朴的乡村，没想到却成了她人生噩梦的开始。他跟他的继父发生了关系，然后这个关系呢，每隔2、3天就一次。他其实他很痛苦，所以他自杀过，前面已经自杀了2次。对外名义上，蔡姓死者是他的继父，而这样不正常的关系竟然维持了10年之久。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一个少女身心灵是有多大的煎熬。也许你会想，为何他不说出来？为何他不反抗？为何又要如此忍辱？因为他狡猾的继父早就想方设法堵住他的嘴。他在他20岁的时候，他想要结束这样的关系，他继父当然就不愿意，他就威胁说，你如果不继续这样做的话呢，那你的一些生活费啊什么的，但你们这生活费我就要跟你妈妈要。少女从高中毕业后，不准升学，也不准工作，甚至连手机都被没收。她的世界没有社团，没有脸书，更没有朋友来访。她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内，度过了上千个漫漫长夜。最后，在她20岁成年这一年，她竟怀上了继父的孩子。他爸爸就跟他讲说，哦，这个是他做试管婴儿，然后他也相信了。所以他为什么他就是说他们要结婚，让外面的人知道说哦，这个是他跟我儿子生的小孩这样子。孩子出生了，嗷嗷待哺，而蔡姓死者却只想着要藏住丑闻，对外宣称这是他儿子跟他生的孩子，还大宴宾客，对内则是用尽谎言，连哄带骗。他就跟他讲说，哦，我们2个是相爱的，如果你不成全我们的话，你看他上次他已经自杀了，他其实一直在操弄这种2面手法。他的妈妈被挑拨离间，母女俩不再沟通，变得疏离，两人竟继续维持这种共侍一夫的不正常关系。而直到有一天，继父终于答应让她到附近的工厂上班，她很快就结交了新男友，瞒不住的秘密眼看就要爆发。这些女子有跟我们说，她有交往过1个月，然后这个事情被死者发现，约到家里面。他们就在那边发生了肢体冲突。我们查了一下判决书，这场冲突呢是由2方人马来参加，一边就是蔡姓死者跟他的儿子，另一边女方2个哥哥都来了，还有她的新男友。而这新男友一见到蔡姓死者，立刻就3字经问候，双方立刻打了起来，5个大男人你一拳我一脚，变成了大混战。直到警方到场呵斥才制止，而这蔡姓死者不满警方来阻止，竟然拿棍子骑车拦住警察，不让他们离开，最后都被以伤害罪起诉。蔡姓死者还多吃了1条妨害公务，逼他签本票，好，签了3张的一个借据，每一张可能200万这样，大概钱加起来可能有600万。这起冲突后，蔡姓死者的占有欲变得更加无法控制。最后，他想出了一招，就是让儿子把这女生娶过门，以为这一切就能够再回到他的魔爪之中。没想到，这个举动敲醒了他的丧钟。他就把他们支开之后，他就到厨房去，把厨房拿了，他就去拿那个万年伞，他打算同归于尽。他有讲到，他从好几年前就已经被他，而且不止1次啦，就是长期下来一直都是被他欺负啦，那他也忍不住了。整起事件峰回路转，连当时承办的检察官陈鸿照，虽然以杀人罪将他起诉，但在起诉书上，他用没有玻璃鞋的灰姑娘来形容他的悲惨遭遇，建议法官不要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，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。但他也斥责他以冰冷锐利的尖刀寻求解脱，是最错误、最愚蠢的方式。最后，一审法官轻判他2年半，检方没有上诉，他也已经服刑完毕，
重新开启他的新人生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灰姑娘杀人案。如果网友有任何的看法或想法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老 Z，我们下回见。